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 Dr. Harvey 的頻道。那今天的來賓呢，是很多新創背後的推手，他是 Spark Labs 台灣的共同創辦人跟管理合夥人，那也陪着無數的新創團隊呢走上國際市場。在成為投資人之前啊，他是熱門的來電辨識 APP Who's Call 的創始團隊成員。那所屬的公司呢 ，GoGoLook 最後更被韓國的 Naver 收購了。那時候他才29歲，非常年輕。當時他也沒有停下腳步哦，回到學校教課，創立 Jumpstart。培養年輕的人才。那最近他更完成在史丹佛 SEP 的高階管理者的學程的進修。那很多人會以為把公司賣掉以後就可以躺平休息了，但是看起來 Edgar 比較想不開，所以今天就來聊聊他這一路上的選擇跟心路歷程。這樣，那我們歡迎 Edgar。哇，大家好，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 Edgar， 很榮幸今天有機會來到 Dr. Harvey 的頻道，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比較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哇，我們很期待這一段，因為我自己也聽很多新創圈朋友都有提到這個 Edgar 算大前輩的這個名字，這樣，所以我今天是很期待的。那我們大家聽到 Edgar 的經歷啊，應該會覺得你應該本來就是在社交場合如魚得水的人吧？對，畢竟有要跟客戶互動，要跟投資人互動，跟新創團隊互動。但我們也聽說你小時候其實蠻內向的，甚至有點社交恐懼，是這真的嗎？然後如果是真的話，你後來怎麼克服的？哇，這個完全是真的。我其實在小學的時候，我超級无敵內向，我是去那種連早餐店點餐都會非常緊張，然後不敢講我想點什麼那種人。早餐店阿姨叫你帥哥，你會害羞？我會跑掉。那時候我還記得我爸爸周末還會帶我去文化中心，然後去練習跟陌生人講話。曾經有過這段歷程，那後來就業啦，然後到後來創業，我會知道說，如果我需要做的事情，或是我想做的事情，是需要跟人家合作的。溝通就是個責任，它不是人格特質。因為很多人都說啊，我不會說話，我不敢說話啊，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說有一個很強的目標性或是目的性，你就得要克服你自己。那個坎如果跨不過去，你就會永遠非常的這個社恐社死。但如果你今天是沒有辦法，我要完成這件事情，得這麼做，那你就每天會練習。比如說啊，我們今天要先多講一兩句話，多跨出一步，就是成長。那我覺得社恐它不是弱點，但是它是得需要被練習的肌肉。我們都知道說，你每天去磨練跟鍛鍊，你就有機會做得更好啊。我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子的心態在看待很多。我覺得這段很有幫助，因為我們之前有一集特別在講商業開發 （business development）。那你其實回到核心的商業溝通，其實就人跟人之間的溝通嘛。所以如果你沒辦法跨出去社交，開始的那一步的話，很多事情就真的卡住，就沒有後面。我覺得對，現在很有趣啊，很多人在討論 MBTI 嘛，就在講說啊，你是 E 人還是 I 人？那有一個更有趣叫做，那你是工作 E 啊，但是你本性是 I， 你得要去面對這些人，所以你讓自己。你說，與其說是偽裝啊，我覺得就是像我剛剛說的，就是真的是把自己訓練跟鍛鍊。我要練習怎麼跟陌生人講話，我要練習怎麼去做簡報，或者我怎麼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去收到大家的關注度。我覺得他是有機會透過練習來達到這樣所謂工作1的狀態。所以你說 I 人創業、E 人創業，我覺得沒有特別的差別啊。那真的就是創業很多我們都是在挑戰未知的事嘛，在經歷以往遇過的事。那就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就會持續往前哦。那當然也有反向的啦，就很多人是哇，这個一出去就收不了，反而缺少更多的時間自己去思考，或是缺少更多的時間自己跟自己沉澱。所以我覺得在過程當中，我看到自己的成長，也是覺得哇，這個10來年前哈，我們那時候其實被收購的時候，我是27歲啊。我有時候都在想，會不會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所以才敢那麼衝。如果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很挑戰，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要達到別人花很多很多的心力了，可能我們就未必會這麼快的去往前進這樣。有時候不知道是最大的優勢。對啊，所以。我覺得在台灣或在亞洲，我們會很習慣要去看以往人家的成功案例，或者我們會去問說，那你成功的這個經驗是什麼啊？我們很習慣去追逐去做已經別人驗證過成功的模式，但創業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有很多東西太過未知，有很多我們在打新的市場，在找尋新的客戶。我覺得這段經驗讓我有非常深刻的感覺啊，就是如果我們要按照教科書上看說的來做。第一個可能時空背景不一樣，你應該很大的機會我想這也是我們以前在做管顧的時候很常說的。
如果我們給你一個商業策略，你當下沒做，你隔一年再做，可能時空背景都不一樣。那真實的商業情境不會有人真的闖過，或者有人做過，所以我覺得更多我們講這個冒險跟擴張的經驗，我覺得就是這個創業的美好就在這裡。聽到這個話題，我蠻想問 Edgar， 因為你每天在跟各種創業者互動嘛，那我想很多一定也很年輕，他之前可能也沒有什麼真的公司出場的經驗，但是你還是有可能會支持他。你覺得什麼樣的年輕人在沒有什麼真的之前成功經驗的狀況下，你會願意去 back 他？你是什麼特質會讓你最看重？每個人啊，不是說出生就是一個所謂連續創業家或者成功創業家，但是我會發現，當我們今天不管在大公司工作，或是我們以前求學的過程當中，我們可能都有一些不好的使用體驗，或者覺得這件事情為什麼這麼不方便。最早期有包括說啊，我在吃早餐，我為什麼一定要去跟那個阿姨去那邊互動？很多自己過往遇到的挑戰，其實都有機会變成創業的種子跟來源。所以我自己個人其實很支持這個第一次創業的人，因為我覺得他是非常 fresh， 然後也很想法。那我想關鍵就是在這個 founder 有沒有足夠的執行力。如果你自己是創辦人，但是你不敢跟用戶做溝通，你不敢去訪談說我的目標族群他現在遇到什麼痛點，我的目標族群試過什麼啊，什麼可行，什麼不可行。所以我覺得只要這個創辦人有一個無比偉大的夢想，那個夢想不是關鍵，關鍵是你有夠貼近你的目標族群啊。所以第一個部分是對你目標族群的觀察，对問題的了解。定義了這些問題，也知道說啊，大家在 suffer 什麼，你有沒有那個能力去 build 出一個解決方案，然後來改變這樣子的現狀，或是來讓現在的營運模式做得更好。所以我覺得 build 的能力也很重要。第三個更重要的能力是這個方知不知道如何去槓桿資源，因為在台灣跟亞洲都會很習慣是用時間去換錢，所以很多人會排隊，很多人會自己研發，自己悶着頭自己做。可是我們看在西方，很多人是習慣用錢去買時間，因為創業最大的成本其實是時間啊，所以我們怎麼樣更快速的、更精準的、更有效率的做市場擴張，或是去做我們所謂核心能力的部件。就看到美國很習慣透過收購來增加自己的企業實力，那在亞洲比較少。所以這個槓桿資源一樣，就是不要誤會說啊，這個就是我們要占別人便宜，不是，是如何借力使力，然後更快速的往海外拓展。這些包括日本、韓國發展，或者像我到現在 SparkLabs 也好，我們怎麼樣在維持一個小的團隊，但同時我可以邀集更多的策略合作夥伴，大家有共同的願景目標，然後一起把它做大。所以我覺得這三個就是我看早期創業家需要具備的一些特質在。那我自己過往，因為以前也在大學的時候很積極參加很多社团活動，所以這些能力在我參加社团在學生時期的時候，我其實就已經演練過了。因為我是大畢業的，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要幫青椒的梅竹賽要去募款。那所以我還才知道，原來這個就是所謂 fundraising skill。你有去早餐店募款嗎？有我那個宵夜街不是一家一家就是我真的就是我贊助你這100碗豆花。我就是因在那個時候的階段，我更清楚知道，如果你沒有辦法找到我說這些店家跟你的共同價值，基本上他也不想要來支持。就在那時候，不管是參加營隊也好，或者參加這些梅竹賽也好，我那個時候就有從包括中華電信跟台積電直接去募到贊助金，所以這個奠定了我未來在創業，包括現在遇到的這個 fundraising 然後包括我們去幫助更多創業家去做，我覺得都埋下了一些種子在，所以更多的不管是學生也好，或者說我們現在可能剛出社會也好，其實都有很多機會可以去鍛鍊自己。我剛剛所說的這個，就是你的 muscle， 你的這個肌肉量。那你有一天真的要創業，或者當你需要它的时候，這個東西就會能夠被應用出來。Edgar 我也想問一個是 Edgar 早期職涯的一個問題，雖然 Edgar 算很年輕就開始創業了，那如果沒記錯的話 Edgar 應該畢業之後有一份工作是到 IBM 當管理顧問。那 IBM 這間企業，我想我們很多聽眾都知道它很特別，它自己又有硬體跟軟體的工程團隊，有 development， 但又做管理顧問。所以我們好奇的是 Edgar 你在創業之前在 IBM 有沒有學到什麼？你覺得後面在創業是很有幫助？哇，這個
真的是小時候的經驗哦。就是說我那時候其實會選 IBM， 是因為我在大學最後一學期的時候，我其實是在 IBM 做實習的。那我那時候實習就是管理顧問的部分。那我因為大學參加過 ADCC 嘛，所以我就知道哇，我以後想要做就是幫企業解決問題這樣子的工作。後來才知道原來有管理顧問這樣子的角色。那我那時候在 IBM 我有2個很深刻的印象。第一個是 IBM 會有所謂 entry level training， 讓你可能在1個月2個月內的時間，你要學公司的所有產品。所以我們從 hardware 從 server 然後到 software， 我們連 middleware 什麼 Westerfield 啊这種 IBM 内部軟體，每一個我們都要學，連那時候的 Lotus Notes 都要學。它會有一個很完整的這個 entry level training， 它最後會給你150個名單。這個名單就是從過往那個參加 seminar 或是 forum 有登記的名單，那讓每個這個 junior 的人真的口打出去，然後看你能夠那個成交什麼。我那時候還記得，因為我一進 IBM 就被賦予任務了啦。我那時候就去台中客戶的 project， 所以我們有很多時間可以打這個電話。我就只有2個半天，快3個半天的時間，然後去打電話。哇，那時候邊做專案還要邊聯絡幫忙 BD 客戶，對不对？沒辦法，我告訴你，這個 entry level training， 那是那時候 IBM 最以你為傲，也最 hardcore， 最非常 hardcore， 你不能 occupy 这些 junior 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有一点一半，就是因为专案又需要我，然後我又得要完成這個任務。所以我其實是在2-3個半天內，我快成交了快4筆的生意。這 hit rate 很高這個我跟你講，那時候很有趣，因為怎麼樣去問企業主他們 IT budget。所以 IBM 那時候就打開一個模式，哇，你怎麼樣透過可能10分鐘的電話，你如果直接做銷售，沒有人會理你，聽到你是在來推銷的但跟你講我不需要。那我那時候是問，你們現在在 IT 的規劃上面有什麼樣子的需求？因為我們接下來會辦一個 seminar， 會辦一個 forum。你說剛好我現在正在做這個決策，剛好想要買 server 啦，或是探討。Long story short 就是說，我們找了 IBM 的競爭對手的3家代理商來提案，但是裡面沒有 IBM。我說我們的貨比3家不吃虧，貨比4家對不對很划算？也參考一下 IBM 的方案，就這樣就 close。對，我那 level training， 我後來這個 call 的比賽，我印象中我是得第3還是第4，就很短的時間，這很厲害。我就拿到一個很好的成績。我那時候就發現，因為現在可能比較沒有這個技能，就現在還要打電話去做陌生拜訪，可能還是會接到啦，不過可能因為被 Whooscall 打掉，就是被 Whooscall 打掉，可能這個技能比較少一點。不過就是我們所謂的，就是你怎麼樣在很短時間內跟人家的我們講這個興趣是結合起來，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很深刻的經驗。第二個 ，IBM 是只有在前面的管理顧問案去提供解決方案的，它後面還有很多的 solution。我在那時候也才知道，哇，原來我們商業顧問進到這些客戶完之後，如果客戶問說，我覺得你的方案不錯，我想要真的把它具體落實，那 IBM 是有這個能耐。在後端可以包括我們講硬體啦、軟體的資源啊，或者我們講供應鏈的解決方案整個帶進。那這也是那時候 IBM 去對比其他競爭對手來講，有一個很大的絕對優勢。不過我那時候在 IBM 剛切換到 Whooscall，我非常非常不習慣。IBM 做100分，我才講100分，你不能 over promise。我還記得我那時候這個 GoGoLook 的 CEO 現在也是 CEO 的 Jack， 他就說。你怎麼動作那麼慢？我們要準備提案了，你在那邊等。我說，可是我們就還沒有產品啊，這個還沒做，還沒有產品要先賣。我沒有辦法，這個昧着自己的良心說這個東西是可以怎樣怎樣。但創業就不是這樣，創業真的就是真的是要先賣完之後才回過頭來，或者我們講先取用戶需求，再回來打造。所以我覺得。這個習慣讓我從管理顧問再切到創業的時候，哇，我真的是花了好長的時間去調適。對 ，mindset 會不一樣，非常不一樣。這樣聽 Edgar 分享其實還蠻重要，就是如果是 for early professional，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 golden nugget， 就是加入大企業，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人家已經幫你把產品或服務都準備好嘛，所以你可以專心研磨在 BD 或 Sales 或 make 一個 elevator pitch。那加入新創就有另外一個心臟比較大顆，你需要先預測團隊接下來可能可以開發出來的功能或服務，然後就去 BD 先去賣。那我這邊也想延伸問一個問題 ，Edgar 還記得當時你第一次去海外出差去 BD 的時候是去哪一個國家嗎？那真的成功談成第一個生意，還記不記得當時什麼情境？我告訴你，我們可能經歷這段工作歷程，很多事情都會忘記。但第一次
對不會忘的。那時候我剛加入 Gogolook， 那我們就從後台的資訊看到說，我們一個潛在新的市場可能就是日本。那時候就被賦予這個任務，在日本找到一個潛在的合作夥伴，所以我那時候有這樣的任務在。那我還記得，就我那时候是住很類似膠囊旅館，就是那個真的行李箱要整個攤開都很困難的那一種啊。然後就約了潛在的合作夥伴，然後就去談。那時候潛在合作夥伴裡面有一個他是台灣人啊，所以他已經準備好要幫我做中日文的翻譯，因为我不会講日文。印象非常深刻是那個時候。我本來準備要打開我的筆電要做介紹了，我不知道哪裡來的念頭，我就直接拿起白板筆，然後直接走向白板，我用那個白板直接跟他講我們在做什麼，我們想做什麼，合作，很讚。我用簡單英文就直接做這樣子的簡報。那我講結果，所以我還記得我那時候是禮拜二晚上飛，禮拜三碰面，哇，然後禮拜五我就簽下了合作備忘錄。哇，這很快耶！因為日本人通常不會這麼快，所以我那時候就問裡面的那個台灣人我就問他說，為什麼我們進展可以這麼快？他說因為我直接把我在想什麼，用他其實也聽得懂的簡單英文的語言，在那個白板上面直接秀出來，所以那個信任感，然後再加上呢，他也覺得如果現在不合作，以後要再考慮，可能就時間就會拖非常的長。那所以他也就趁着，因為我跟他講我會待到禮拜五，就趁着我在的時間回去公司，然後把這個 MOU 就你知道他不是簽名，他是蓋章，真的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為我常跟新創講，或者我到自己現在也是，就是最強的簡報不是那個 PowerPoint， 這個已經活化到你自己可以用對方的語言去把它講出來。對。那我覺得那個語言真的就不是我們在講的英文啊，或者日文這種事，你懂它，然後他也好像懂你，那就是一個很好的結果。那所以後來我就是複製這樣子的模式，在做別的市場的時候，我也是一樣。我覺得你真的要先了解，就是對方到底是在想什麼。对 ，Edgar 剛剛有提到，就是其實會議要順利 close 一個 deal 啊，其實會議前應該做超級多功課。我蠻好奇的是 Edgar 你現在有沒有手邊一個 checklist？就 BD 之前我們一定要了解客戶的哪一些內容。我現在已經養成一個習慣了，就是我只要遇到任何客戶，就算我沒有事先做功課當然能夠做功課是最好的。但如果我沒有事先做功課，我最常問的問題就是你現在成長瓶頸是什麼？所以因為我們都是商業背景，我們大家都知道，不外乎是我要麼是營收成長上不去，或者營運效率沒辦法優化。所以我在 break out 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因為現在如果你就算是股王好了或者就算你是市值最高的公司，或是你是產業的專家，你都會遇到潛在的競爭對手。我們也知道很多已經不是線性成長，都是 J curve 去改變。我想這個我們也都很知道，所以每一個企業都是很戰戰兢兢。好，那你創新的不夠快，沒有創新，不知道怎麼做創新，都會是潛在的痛點。那我習慣不是點出5個10個，而是把這些你都想做，或是你覺得我們做的不夠好，或者可以做得更好的，我們排序，我們可能只針對第一個或是第二個，然後來做解決。因為台灣的出來就很貪心，我什麼東西都要。那你越什麼東西都要，越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好。對 ，prioritization 還是蠻重要，除了收集痛點，然後還是要選一個單一突破點。對，我覺得剛剛我聽到這個問題是，首先這個問題真的很聰明。因為確實，你直接去問人家你有什麼痛點，很常得不到什麼好答案。首先他也不會整天在那邊想，第二他也可能不會承認。但是你說我們每個人都要成長，你怎樣可以成長更快？這個大家會跟你講，這個真的很聰明，這個學起來寶貴的經驗啦。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歡幫助人家。那我覺得這些問題其實對很多方來講，他以前沒想過。其實如果我們每天在處理事情或是處理很多作業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去想。我哪個環節要被打通？那我想這個當然也跟我們等一下的訪問有關，就是包括我自己的成長也好，或者我公司的成長也好，我每天醒來第一件事情都在想，我怎麼成長得更快？什麼東西是我現在的絆腳石？它阻止了我，或是它讓我停滯？我覺得一個好的企業領導人應該會不斷的去想，而不是只是想公司成長，也會去想自己的成長，也會去想我公司的同仁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成長。那我覺得這自然就會是一個好的
正向循環。對，我覺得這個很重要。那我覺得對很多創業團隊來說，就是能被國際大家叫得出名的大公司收購，當然是很夢幻的情節嘛。我想很多人都很希望這事發生。那其實當時 Gogoloop 成立還不到2年呢，然後就吸引了賴母公司 Naver 的注意。你覺得會讓回頭看是什麼原因讓你們這麼快就被 Naver 看見，甚至被收購？其實這些跨國公司很關注的，不是只是你的故事講得多好，是那時候我們知道 Whoscall 成立的初衷，以及我們那時候對標方向。我們本來是目標希望可以被 Google 收購，因為號碼搜尋這件事情，再加上2011、2012年的時候，Eric Schmidt 有提到Whoscall，所以那时候我們做一個方向是希望这個 Whoscall 有一天可以獲得 Google 的青睞，我們在這個 Search Engine 的 Business 這個搜尋引擎的事業裡面能夠成為關鍵的角色。那時候在2013年，我也很積極跟 Google 互動，Google 也在7個國家 feature 了 Whoscall 是這個年度最佳創新 App。哇，那結果。相去不遠，就反而不是 Google， 反而是韓國最大的搜尋引擎公司看到的。其實 Whoscall 在亞洲是比任何人都還要懂詐騙電話這件事情，包括我們的資料能力啦，我們的洞察能力啦，以及能夠快速複製跨國擴張的經驗。我覺得這件事情是Naver 青睞我們的原因。那我們那時候團隊也才7個人8個人所以Naver 它不是只是買這個產品，他其實是在看這個解決方案跟團隊。那當然，我自己的角色在這一樁收購案完之後，我被人才併購進了 Naver， 又讓我自己打開了不同的視野，看到原來國際級的一流、韓國一流的這個網絡公司。那我那時候其實被併購的時候，我知道 Naver 很強，但我不知道這麼強。直到我這麼強，真的就是參與了他們，我才發現哇，這個跨國公司一樣。我講一些重點跟大家分享就。我覺得 Naver 很重視驗證新市場的速度跟能力，所以他那時候標榜一個叫做 Camper 的精神，就是我是拓荒者。我們去到一個新的地方，我們就是扎個營帳，這個市場做得夠好，我們再開始蓋1層樓、2層樓。對比我一進新市場，就是一定要確保它成功，我覺得那個 mindset 非常的不一樣。所以這是第一個，這個是 mentality 的不同。第二個，他们非常重視數據。其實，在 Naver 我們看數據是每個小時看數據，這麼平，我們看的是 hourly data， 所以非常的硬。所以你會知道上個小時做的行銷策略方案是不是有效果？那有效果 ，OK， double down。所以我覺得 number driven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我覺得也是讓我非常 respect。我覺得第三個讓我 respect 真的就是 Naver 的團隊。我還記得我那時候禮拜六早上一想到我想做哪些東西，那我就在群組裡面傳一下。我的 team member 是全部會上線，韓國的同事全部一起上線。我覺得你這個點子不錯，如果我們再加這個會怎麼樣？再加那個會怎麼樣？那好，我們禮拜六，然後就在中午12點前，已經韓國的中午1點了。講好，那我們下禮拜一就開幹。對，這個是韓國人做事的精神，太強，所以這個速度感很難用文字或是話語去想象啊。但是我有點深植，就是把這個東西 implement 到我自己現在的加速器，希望這些創業家會知道說，我們在做決策是需要有憑有據，我們在測新的市場，不要有說一定得成功。當然我們希望它成功，但是我們也要認可自己說，如果這個市場不成功，你要趕快 pivot。所以我覺得這樣的精神也造就我現在在協助新創的時候，我會更知道要在什麼地方實力，要在什麼地方去幫助。我覺得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件事，就是你降低你對於確定性的需求，就是說我可以接受不確定，对，或者我甚至可以接受說這個東西可能成功率60%、70%，可是就先做了。因為很多時候我覺得在商業上開比較經驗的時候，你會發現很多你想的跟跳進去做之後發現的事情完全不一樣。所以你在那邊想半天 perfect strategy， 然後都沒有動，還不如你先跳進去，然後進去裡面收集更多事情，然後再想、再做、再想，這樣就是 shorten 那個坐在桌子後面一直在想的回圈。沒錯，我覺得很有幫助。沒錯。我接下來剛剛那邊的問題，因為像 Naver 這種大公司，當然他們一定也看了一大堆新創公司嘛。除了你覺得你們當初被收購，除了說這有被 Google 選成是年度最佳創新 APP 之外，你覺得還有什麼原因？比如像我們有時候看一些收購案，是他們會覺得說，如果現在不收購，這個以後可能會變成我的某個威脅，威脅到某個業務。
或者說我的競爭對手很想要這個 startup， 我就不管怎樣我先買了，這樣就惡心一下我的競爭對手也好。你覺得他那时候的角度比較是什么？其實我們那個時間點是2013年的時間，也還沒有很積極在往海外市場拓展。那我們就我所知，我們是 Naver 第一樁海外併購案。那我想最大原因也是他對於台灣市場的重視，然後也對於他自己如何把核心能力出海這樣子的考量。所以我覺得企業像我剛剛說的，就是成長瓶頸可能會是什麼？對 Naver 來講，那時候就是國際市場擴張的速度。那我自己其實在後來深究 Naver 跟 Google 的對比，我發現其實 Naver 有很多新的服務都比 Google 還要早，可是它是在韓國，所以大家不知道。那我這個也有一個很深刻的體會是，哇，那你今天不是只是把自己的主戰場做好，你怎麼樣快速擴張到海外市場？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Naver 也是更加速海外市场的擴張。那也因為我的加入，所以Naver 也把自己拓台灣的經驗，我們在借此經驗再拓日本、印度、新加坡跟美國，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那所以我想那時候单純只是看到這個服務啦，我覺得更多也是說怎麼樣透過更多的好手、更多的知識經驗來幫助 Naver 更快的去做國際市场競爭擴張的這個版圖。那在那之後，其實 Naver 陸陸續續就開啟了他們海外的投資，然後海外的併購，然後更甚至現在其實很多服務也是很積極的，就面向各國市場，我覺得都可能有一些策略關鍵的關係。Edgar 我也想跟你問一個 Golden Nugget， 我猜 Edgar 應該收集蠻多，就是以當時現在回頭看的話，你們那時候被併購也是一個很快樂的結局嘛，就是 Naver 這間公司很棒，跟你們的 culture fit 很好，甚至可以讓你們團隊不只是公司有 growth， 個人也會有 growth。那我蠻好奇，就是 Edgar 你現在投了那麼多新創公司，甚至應該有蠻多你的投資的 founder 也有機會出場，或者有機會被併購。你覺得在找這種策略投資人，或者是就是一輩子要結婚這種關鍵點，如果大家同時有好幾個 proposal， 有好幾個投資人要投或併購，你覺得最重要的 checklist 你現在看中的會是什麼？我講最直觀的，當然我有超多 checklist。好，當我講最直觀，這個人願不願意支持你的願景，這是非常 high level、非常幹話，然後但它就非常真實。我們所謂的這個人會不會支持你的願景，你只要去想，你有新的想法，你會不會跟他分享的時候會有所顧慮？因為大部分的創業家，我找到新的投資人，我都會害怕跟他講我公司的 update，因為我都會被念我要拓新的市场，為什麼不是選這個市场？為什麼去選那個市場？有超多問題。我的觀察就包括我自己也好，就是我覺得一個好的投資人應該是去成就創業家的夢想。這個邏輯上，所以我支持你前進。所以第一個，創業家要有自己的想法、跟夢想、跟目標。第二個是我在前往這個目標的過程當中，誰跟我的理念一致？我們所謂的 like-minded 的 investor 怎麼去找？所以我們這邊跟創業家的合作，很多時候是創業家他遇到挑戰，或者他今天遇到了併購人家的機會，或是被併購的機會，很多創業家是第一個跑來找我們。就算他做得不好，我們會告訴他，你要不要試試看？你要不要 pivot 一下？然後要不要轉換看看？對比投資人可能會覺得，我想把剩下的錢拿回來，我想要止損。那我有一個非常實際的例子，我也花一小段時間跟大家分享，就更具體跟各位講說，真的有創業家是因為 pivot 完之後大成功。我們曾經投一個直播電商支付的團隊，他是新加坡的团队。那時候也覺得直播非常的紅但是大家每次要 check out 都要再跳出去，所以就覺得這個是應該有市場需求。後來這個founder做了1年，發現哇市場太競爭，公司剩下3-4個月的營運資金那所有投資人都想把錢拿回去，他就有一天跟我約了電話，就說那你的想法是什麼？我就說他是剩下3-4個月拿回來也沒多少錢了，你不如就找一個你的 passion project 把這3-4個月的錢花掉，很狂這個founder非常的，他是非常認真負責，所以那時候他很自責，他喝了超多酒，然後就是真的每天都宿醉。所以他的 passion project 就是做解決藥丸，他就從新加坡出發，然後 create 一個解決藥丸。哇，这個 pivot 也太大了，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對，我想這是後來在新加坡，你各大夜店，然後你去都看得到，都買得到。之外，他把這個模式我們所謂的 direct to customer D2C 的模式複製他開始出了吹風機，開始出了這個捲燙工具，然後出了護髮產品。他現在新加坡有20間店，在馬來西亞、香港也會有店。那預告一下，他在不久的將來很快會進到台灣。
現在員工上百人啊，營收也破這個10億台幣啊，更多啊，所以我就發現，這個創辦人本身他對這個題目有沒有很大的 passion， 以及他到現在還是很感謝我，就是說那個時候過程當中的偏偏他真的很挫折，我們是唯一的支持他，說沒關係，你繼續傳，所以他現在才会有現在的這些的成績啊。那我只想特別回饋是說，所以當我們今天找投資人的時候，如果今天這個投資人已經有過去幫其他創業家的經驗的，那多半他是没太大問題的。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完全用網絡上面搜尋的，它真的跟 dating 很像，就是如果你中間少了那個 dating process，get to know each other，你到後面可能會面臨到，你知道這個分手跟這個拿募資，有時候像是有時候遇到恐怖情人的，下不了車，然後主導權又很大，把公司搞爛，然後讓你的這個團隊的信任感也崩裂。那我們也遇過這樣的投資人，所以怎麼樣去避開？我們現在就是把我們知道有好的投資人，那我們来介紹给好的新創。那不好的投資人，我们大概就會讓他在我們的 network 以外，就不讓他進來。但這個投資人，你說好壞對錯，他真的就是有沒有 match 而已，他不是一個絕對值，所以我才會剛剛這個破題講，真的就是看你的感覺，你跟這個投資人談不談得來，你有沒有跟他分享好的或是不好的，那他都會願意領，而且可以加碼給你更多的想法跟建議。那創業家就是在這個車子上面的駕駛座的人嘛，那我覺得創投是可以示範可以怎麼開這個車，或者在副駕，我的角色是怎麼樣變成在後座啊，就是看着你開就好。但是千萬不要讓這個投資人變成駕駛這台車的人，那我想你的願景或是目標，我想就會更難去實現。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去策略投資人找到策略被併購的啊，或是你合作的對象，我覺得我都是用一樣的邏輯，就是你是不是願意跟這個人分享任何這個狗屁倒灶的事，他都就覺得很好玩很有趣啊。你做新創也遇過不好的投資人啊，那我就覺得哇，怎麼這投資人不幫我就好，就是還在那邊扯我覺得這種感覺我們都經歷過，所以我創業要面對客戶就已經很難了。我還要再面對我的投資人，然後面對我的团隊，真的沒事不要創業。但如果真的要嘗試，那我們很願意來協助這個。我覺得 Edgar 剛剛講到這個是你描述這種關係，幾乎是這種，我覺得不只是跟投資人關係，其實就是一個很理想的一種夥伴關係，你知道，就是不管說今天是親密關係也好，就是好兄弟朋友也好，或者是今天講在投資人裡面，我覺得。就是說，人的一生中能有幾次這種的關係，其實都很難得，很難得。我覺得你剛描述是一個超高的 bar， 我覺得絕大多數的人就是能遇到，就是真的抓緊的，拜託就不要走了這樣。我才會跟創業家講，就是今天不管是找你的 co-founder 也好，或找你的 team member 也好，或者是找你的投資人也好，多花一點時間跟他們相處。我們自己在不管招募 program manager， 或者我們在找人。我最後一關其實就是跟他們吃飯。如果我在飯桌上我都沒辦法跟這個人多聊，那你怎麼會期待這個？你要投資的關係有時候是5年10年，是啊，這個很長期，因為我們是種子期的基金啊，所以我們可以等比較長的時間。有些創投只能夠等3年5年。對，你如果沒有辦法跟這個人聊天，你怎麼會奢望這個3到5年或者5到10年內，你會願意跟這個人成長或者分享？對，看到就不舒服。對，所以我個人很喜歡真的去聽很多的演講。我看的不是這個創投或者這個創辦人在台上講什麼，我看他是在他台下他在做什麼事情，關心什麼，他如何與人互動，如何講述他的想法。所以這真的是一個 people business 吧。我覺得這個可能暫時 AI 還無法取代，很多東西沒有進資料庫裡。但回應剛剛說的，找到一個好的策略型投資人，真的是可以幫助你加快很多的進展，然後甚至是拉近很多你講海外的資源也好，策略型資源也好，這個絕對可以省你很多的時間。哇，對，我猜應該很多觀眾，尤其是 founder 的話，應該聽完 Edgar 這一段，看來今年 SparkLabs 下一期的那個投的人數要變多。你講到這個很有趣，因為我們很多 founder 就是他可能之前來申請我們加速器，我們跟我們聊，我們就說，我覺得你這個東西沒有解決到真正的市場投資。我們真的有創業家，就是半年之後再回來，然後回來完說，我們換一個方向。我們說，我覺得這個方向不錯，我們就投資他了。那他後來回溯，他也發現他第一個想法還沒有被琢磨過，所以確實，如果那時候我們熟，他應該也長不快。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這個創業家也不要太豆腐心哈，就是不要太說創投說不好，你就會受傷或者覺得怎麼樣。比如說，反正不是這樣。
我最喜歡的其實透過每一次的這些對談，除了給這些創業家，其實不是很多時候不是給方向或者點子，是說下一步你可以做什麼，你要不要試這個目標族群？因為我們可能看過很多不同的市場，那所以這些方的測試了新的市場，發現轉得更快，用戶進來的更快，那自然要做增長就比較容易。謝謝 Edgar 這些分享。Edgar 我也想我詢問一個，就剛好接到我們這個下一個階段的一個問題，就是 Edgar 你那時候其實聽起來已經在一個天使環境嘛，你有一個很理想的团隊，很好的投資人，然後又有一個非常大一起 coworking 的一個团队一起 build 新的產品。當時是為什麼還會離開，然後想要選擇創辦現在的加速器 SparkLabs 台灣，然後陪更多的創業者跑這一條路？當時是有什麼契機會想做這個加速器？因為那時候我的角色是被人才併購進了 Naver，那自然 Naver 當然我们有一些這個條件，他希望我們可以在 Naver 再多服務幾年。那我剛好有這個機會認識了 SparkLabs 是一群韓裔的美國人。那第一個加速器是設在韓國首爾。那有趣的是，這個加速器裡面最活躍的 mentor 是個台灣人，所以他就有機會來到台灣，然後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那時候問了 Picklodge 的 job， 問他說：“如果他今天想把這個 SparkLabs 帶來台灣加會更多台灣的創業家，他會建議他跟誰聊？”那圈就很多人推薦我，因為那時候因為就是在 Naver， 我除非產品需要，我其實比較少在熒光幕前曝光，所以我那時候就約他聊完之後，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我沒想過台灣其他創業家出海會這麼 suffer。所以你們不要笑我那時候講說我們得要 Day One Go Global 這個 slogan， 我被很多人嘲笑。幹嘛 Go Global？你做台灣市场就好啦。所以這個真的假的？這是多久以前的？这個7、8年前，7、8年前是這樣。相信我，对，真的那時候一堆人，你台灣市場都做不好了，你還是先想 global market。对比到這個現在這個2025年的現在，我們會發現 go global 變成一個 default mindset。我那時候就發現，台灣的創業家要出海真的是最大的挑戰，是他們沒想過可以怎麼出海。所以在創業路程當中，其實所有創業家最缺的不是資金，就是人家陪跑，然後人家帶他們出去。所以我是想要把這一份那時候被幫助的經驗傳承下去。那我那時候也有一些遺憾就包括說，可能在這個年代，台灣軟體做的最好的大概就是趨勢科技跟 Cyberlink。我要去看這個台灣軟體在國際上有多成功，那時候是找不到可以參考的對象。所以我很清楚，其實是我把這樣子我那時候需要的資源，我就把它帶進來這個 SparkLabs。那 SparkLabs 本身不只是一個加速器，我們其實是幫助創業家推進國際推進器。所以我跟團隊在做的事情就是幫助這些創業團隊找到真正的市場痛點，打造能被投資人信任的 MVP，最小可行性商品。同時更重要的是，我們帶他們出海，不管是日本、韓國、新加坡、沙特阿拉伯或是西部。所以我們做這個新創加速器不是想要當老師，我們是想要變成共同創辦人的外掛。我們想要幫助他更快推。那我覺得這樣子的理念，如果你以前沒創過業，你以前沒做過天使投資，你以前沒做海外市場擴張，你不會有這麼深刻的體悟，知道這件事情有多麼重要。所以我才會真的是不想排除眾議啊，因為那時候根本沒有人在想國際市場，都會覺得我得要先在台灣成功，再往海外拓。但我自己反而會認為，如果你在台灣成功才往海外拓，你的團隊都定型了，你今天任何非台灣人加入團隊都覺得自己是外來者，所以我才會說把台灣就當做一個這個 test bed 測試床，測試完之後就趕快拓，或甚至跳過台灣。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团隊可能是台灣創辦人，可是他是真的是在我們加入期間，我就說你就去美國吧，你就去日本吧，不要留在台灣。那但是可能他会在台灣是 build 他的研發团隊，或是在台灣透過更多企業的合作，再把這樣子的服務再帶回。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才去創立了這個 SparkLabs。我覺得 Edgar 剛剛分享這個 nugget 真蠻重要，因為我記得我職涯早期的時候，那時候因為也是做管理顧問嘛，其實跟 Edgar 是同一間公司，然後那時候就開始被灌輸，你知道嗎？你這個 home market 沒有做好，你不應該出國去打仗，就是輸的幾率很高。但後來真的跑到投資方之後，就會覺得，當你在做 top down 分析的時候，這個邏輯是完全抵觸的。因為 top down 分析完，就是日本就是 1.3 億人口，美國就是3點多億人口，你做一樣的工作，你的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就不一樣。但剛剛這樣聽起來，就是 Edgar 其實應該給大家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你產品如果開發出來是有機會可以 duplicate 的話，
海外市場也許是早期就可以開始考慮的。絕對是，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大的那個 bottleneck 是在你不知道海外市场發生什麼事，跟你不知道海外市场的需求是什么。那我們 as a 投資人也好，或者 Sparklets 本身其實是一個國際加密貨幣網絡。我們除了台灣首爾，我們還有澳洲，我們有沙特阿拉伯，我們也有合夥人是在美國。其實我們這些每個人都是探索的狀態，就是說，我們知道哪個市場會需要，或者是你這個服務的核心應該要到哪個市场去做服務提供。但我們也知道时间点，你不可能一直飞，或是你甚至飛也需要有人带你去見到這些關鍵決策者。對，那我們其實反向，我們也把這些關鍵決策者變成我們的 mentor， 甚至是變成我們的投資人。所以我們能夠掌握最一手市場的需求。那我想 Sparklets 的角色其實是雙向供需，我們又幫企業找到潛在的應用服務，又幫這些潛在應用服務的創業家去找到大公司或者大市場的應用場景，自然可以縮短非常多的這個我們講事務的過程。那當然是創業家節省時間，然後又有成長，當然就可以募到更多的資金，或是可能我們很多的我們投的公司，他们新的一輪可能就已經不是台灣的創投，因為誠如我所說，我今天有海外的策略型投資人幫他，不只給錢，給市場 insight，build local market 的 team， 我覺得這個是最完美的狀態。哇，好，Edgar 這樣聽完，我猜應該大家也都會開始思考就出海這件事情。From day one， 其實這個我覺得對於創辦這個 core team 也是很好的一個刺激。因為如果今天重點是要讓公司成長，那大家想要 build 這個產品的話，那 product market fit 有時候你也要看一下 market 的大小，然後再去優化，這個蠻重要。Edgar， 我們有下一個問題想問你，就是因為現在有一些年輕的人可能 early professional 也會想要做創投，但很多人可能就覺得創投感覺跟做 IBD 或者投行很像，我就看你財報，看你預測，然後接下來賭你一個估值，然後我就投了。但我覺得 Edgar 剛剛分享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其實創投很重要的是陪這個核心團隊陪跑，陪公司的成長，不同成長階段或不同陣痛期。我們一直很好奇，就是當時 Sparklets 有機會投資到 Med AI 跟 Health to Sync 這兩間公司都是有上我們 Forbes Asia 100 to Watch 的名單。那我們很好奇，就是當時 Edgar 你還記得你們是什麼時候，然後用什麼方式發現這些團隊？我們發現這些團隊都是真的是在非常早期的時候。這個 Health to Sync 是我們韓國團隊在2016年的時候看到的公司，所以9年前咯，這個真的是蠻早的。那如果我們是做剛剛有提到，如果我們是做創投，或者說我們是做這個 research， 你可能會看很多財報。這些公司在很早期的時候根本沒有什麼財報可以看。都是負的，這是想當然耳了哈。但是我覺得更直接的是，我們看到這公司有非常深的 market insights， 他们有很深的洞察，他们對這個市場有無比的這個你講認知跟信念。Health to Sync 的 ad， 它對包括我們怎麼透過 IoT device， 包括糖尿病的人可以去量血壓。Med AI 來講，他也知道很多的我們講晶片工廠大公司要去做新市場拓點的時候，完全一概不知我怎麼去做模擬我的生產線。我怎麼模擬我的需求？那我想他們在很早期的時候也很明確的掌握了這些使用的痛點，所以我們的模式其實很簡單，我們是在看我們能不能看得到這些沒有被媒體寫出來的東西。那我們也會很大量的跟包括這個業界的人，我們講工程師啦，或者剛提到醫師也好，或者產業的 insider 也好，我們去找到這些真的很聰明，但是還沒有大紅大紫的團隊。所以與其錦上添花，我們更希望可以在初期的時候幫助他們去形塑一個好的目標市場，或者更好的合作夥伴。所以 Med AI 那時候我在 Stanford 的時候，我就邀請他來我們 Stanford 的 program， 讓他跟我同學聊聊。10個人這樣聊完，下個階段再另外10個聊新加坡、美國這個沙特阿拉伯。所以當我今天知道他的問題能夠解決一些人的痛點，我要把這些有痛點的人再找回來跟這些團隊碰面。那合作的發生就是水到渠成。哇 ，Edgar 真的是外掛，連創辦人每次都可以跟着你一起去 Stanford 跟優秀的國際投資人一起聊天，這個外掛實在太強了。對啊，很厲害。我們前面稍微聊一下，就是說 Edgar 你在看個人的時候，你前面有提到說有什麼樣的特質，就算這個人之前沒有創業成功過，你也會想要就投在他身上或賭一次這樣。那我們其實也都知道，早期投資這個沒有 return 的狀況總是比較多嘛。就大數據的角度來講，做加速器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這個 value proposition， 說你能夠比別人更早的分析到機會，也可以願意去承擔更早期的風險。那我不知道在 Sparklets 這個加速器裡面，你們有沒有1-2個原則是絕對不妥協？就是說，如果有這樣就絕對投，或者如果有這樣就絕對不投。我們是有2個原則啦哈。我覺得第一個原則絕對是創辦人的誠信跟執行力。我們覺得技術可以補，
商業模式可以調，但是價值觀跟他的毅力是很難改變的。所以一個 founder 的 value system 基本上它從頭到尾是大家都一致。所以只要這個 founder 的 value system 是對的，然後他也非常的認真，我們那個執行力很好，我覺得大概就是我們投或者反向就是我們不投的原因。所以我覺得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這個 founder 他對用戶的問題是否深刻理解。如果 founder 很常講說市場很大AI 現在是熱點，然後或者他說我們沒有競爭對手，我都會超級無敵緊張。如果他可以講清楚說這個系統每天浪費3小時用了我的服務可以如何怎樣，然後我這個廠長他痛苦了10年這個又透過你的服務解決方案，他從以往浪費3小時变成每天只需要3分鐘，我就知道他找到對的方向。因為如果你沒有辦法用量化的方式呈現你的影響，那你多半這個影響，我覺得大概也會是虛的，或是你對這個沒有感覺，因為你不知道如何精進。那像我說的，如果你沒有對這個用戶的問題，你沒有去訪談用戶，你不知道他的問題是否有改變，或者你也不知道問題背後的問題，了解不夠深刻，你的解決方案相对来講就不是解決在用戶需求上。那你講說這個founder是技術底，他沒有商業，某種程度上我們也會幫他協助他們介紹一些可能 go to market 的talent。我想這片頭有提到我自己也投放了 Jumpstart 人才培訓計劃，就是在幫助更多技術創業家要拓海外市場的時候，他們一些助力。我覺得 Edgar 剛剛這個提醒是蠻好的，就是如果一個 founder 真的是可以直接提出他可以對客戶創造出來價值的話，那理論上這個 product market fit 就已經有一個 demand， 甚至有一個 champion 在那邊可以幫你講。其實 Edgar 我覺得有提到一個點，不好意思，這個算額外加的一個問題，就 Edgar 有提到在現在大家所有的 VC 看起來好像都是投 AI。投 AI 投一投到晶片投一投發現缺能源就開始投能源的情況之下，很多的創辦人可能也會 FOMO， 就說我今天要不要乾脆 pivot 去做那個市場成長比較快，投資人可能比較不會每個禮拜六打電話給我問我們公司到底成長了沒。那 Edgar 覺得就是在 AI 工具現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以一個 co-founder 來講或一個 founding team， 你有看到什麼 AI 可以幫助這些 founding team 更有效率做事情的好的例子嗎？那第二個應該就是那現在 AI 那麼多，怎麼幫到 Edgar 你們這種一年要看可能好幾千好幾萬個 deal 的加速器，可以更快找到不錯的合作的对象？哇，你問的問題問得太好了我觉得第一個對founder來講，也因為現在有 AI 的工具或者更多 AI 的使用情境，所以我們以往講說我需要 build 一個大 team， 現在可能很多東西都因為 AI 未必需要去招募很多的你講同仁或者是團隊。那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在發生。我覺得最直觀就是因為現在很多新聞正在發生，很多事件正在發生，其實用 AI 來做這些新聞的 aggregator， 以及幫你協助你去了解產業知識，這件事情是絕對有非常大的幫助。我有點間接回答你的第二題，因為對我們來講，我們以往可能對於醫療產業，我們可能對於晶片生產產業，我們都需要有很大量很深的知識。現在因為 AI，這些產業的知識理解相對门檻降低非常的多。那也因為隨着更多的資訊被揭露，所以我們要取得這些資訊的容易程度越來越容易。所以對於創辦者來講，你應該去思考怎麼把重複性的工作委託讓 AI 來幫你取而代之。包括我的用戶整理，包括我的 MVP 去 build up， 更甚至是我的 go to market， 你都可以透过跟 AI 互動，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識的歷練。剩下的 execution 也因為很多的服務工具現在也都跟 AI 做結合，不管是 RPA 的工具，或是 video creation 的工具，或者甚至是 marketing， 你要去 generate social media post 的，都有太多工具能夠帮助你，甚至圖片影音的生成。那除了我们就在做這些，所以現在長得非常的快之外，我們也有非常多的團隊，也因為仰賴這些工具，所以跑比別人更快。這個沒做絕對是落後這個市場，所以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剛剛所提到，從創投而言，因為我們投早期，所以其實還是很多的創業家不會把自己的想法放到網絡上，所以那個 human touch 部分還是存在。但是會幫助我們，其實是在我們如果例如我們在採訪的當下，我們可能剛辦完一些大的展會，我在這些大的展會上面，我其實是會透過 AI 的工具去看哪些团隊可能直接或者間接是符合我們投資標準。那我可能用公司中英文公司的名字 ，founder 的背景，然後甚至是這個市場的potential market， 以及它的相对的競爭對手是不是有大的創投也在鎖定這個目標。例如大的創投可能投的是美國，可是亞洲還沒布局尤其是 agentic AI 或者有很多我們講比較屬地的 AI 服務，那就有機會跟這些矽谷
AI 去做對接，或是變成他亞洲投資或併購的對象，策略合作。所以我覺得这件事情就会加速我们在看团队或者在評估团隊能夠擁有更充分的資訊。哇 ，OK， 我覺得剛好 Edgar 這個最後的分享真的是很及時，我猜應該對很多 founding team， 還有尤其 workflow， 因為真的剛剛 Edgar 講有一個我自己體感也蠻深的，就是很多我覺得跟管理顧問其實有點像，管理顧問跟新創團隊的時候，前期一定都是一個很精英的小型部隊，但變成是每個 co-founding member 或 core team 他的 share load 就很多。但你在 share load 很多的情況之下，光想策略到執行，你每天這樣子迭代，大家的慣性大概就是好，我今天就加班一路幹到我睡着，不小心在沙發上睡着為止，然後隔天早上醒來再繼續一直做。但現在 AI 工具其實已經開把每個禮拜1到禮拜5重複的事情可以自動化，這個搞不好也是接下來 founder team 很可以投入的一段時間。那我想在這個節目的最後，我們想把話題拉回，就是在聽這期節目的聽眾朋友。然後我想很多年輕朋友可能正在思考要不要創業啊、轉職啊、進修啊，或者只是想要踏出舒適圈，讓人生有一點不一樣。那甚至也有可能還在考慮說下一步要怎麼走啊。我不知道 Edgar 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送給他們，比如說一本書啊、一句話，或對你來說自己很有感的一個觀點。哇，你們真的很用心準備，我得說，就是你們是我少數訪談，這個有時候問到我心坎裡。謝謝。因為剛好訪談的當下，我今年剛好也去 Stanford 念 Executive Program，我自己在想，到底矽谷 AI 跟台灣 AI 的差距会是什麼？那這件事情其實讓我非常的 FOMO， 就是我會覺得哇，台灣是不是沒有機會了？台灣是不是在 AI 這一群又要落車了？除了我們或生產製造很多 data center 的伺服器之外，我們有沒有別的出路可以幫助台灣的 AI 公司能夠往台灣市場發展？我之所以去 Stanford 很大的原因真的是去想要有新的視角，所以我其實會鼓勵不管是創業家也好，或者是今天是在企業上班的也好，或者甚至是自己是當老闆的也好，我會鼓勵大家去 form 一個自己的人生董事會。因為有時候我們自己去想事情，一定會有盲點，一定會有缺陷，一定有沒有辦法滿足我們視角跟經驗的地方。那這個人生董事會大概就建議你可能選3到5個，就是你可能覺得哇，這個人可以給你一些啟發。這個人成長速度非常的快，這個人每次跟他聊天都會帶來一些新的視角或是一些新的經驗。那我就用這個邏輯去想，你就可以隨時，包括你有關鍵決策需要有人去給你一些意見，那這個人也要稍微懂你。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去你自己的人生董事會。我覺得对創業家其實也是，我的這個一定会有產業領域專家，一定會有一些是商業模式很會做的，一定會有一些是在投資方面給你一些建議。你到底現在我要募多少資金？我在這些資金要拿來做最有效的應用。所以我覺得對這些創業家或者企業主來講，我們唯有不斷的往前成長，你才會發現你內心是富足的。我們現在也因為外界環境太大，所以每一個人其實都有某種程度上心裡會有點匱乏，會覺得我是不是不如人家？我是不懂晶片，我不懂 AI， 我又沒有錢能夠投資，我想創業又沒有投資人看得懂，會覺得好像我比別人差。因為你在媒體上面得到的都是成功案例，你會看到哇，誰又獲得了矽谷知名創投的投資。所以有一句我很喜歡的話是：你不需要準備好才能開始，你是需要開始才會準備好。需要的真的就是一個你想要解決的問題，一個很小步的行動。那最重要的是願意在過程當中重新認識自己，然後也接納自己。因為正如我所說的，就不確定 uncertainty 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然後猶豫也是很自然的。你只要你的今天比昨天多前進一些，或者多好一點，你就已經非常的不一樣。所以除了我自己往前進的同時，也需要給自己一些肯定跟鼓勵，不要一直覺得我有点不足。那我想就会是一個很棒的狀態，可以幫助你就是更踏實的做好每一個關鍵決策。那我們也提到排序很重要，所以不要太貪心，什麼事情都想要做。真的就是每一次把重要排序的第一項、第二项做到做好，其實就已经足夠了。因為我們人生就是活着一遭，真的就是體驗很多事情的美好。如果庸庸碌碌，然後忘了去體驗，真的留下來了。進辦公室，我先倒一杯咖啡，然後你知道我在 Stanford 學到的，真的就是 look at tree， 就是先進辦公室去想想，哇，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很美好的。你會發現會真的很不一樣。那這也是為什麼，其實創業投資人，或者我們現在這個 AI 時代，有很多事情是往前進，但它的本質都一樣，真的就是 you get a feeling， 就你覺得這個人你喜歡，你跟他相處你很開心，是這麼的基本啊。所以
培養自己的感覺，然後練習如何去做表達。那更重要的是很鼓勵啦，就是在台灣我們已經非常挑戰了，所以大家應該要多互相幫忙，去 create 一個 supporting ecosystem， 那就會能夠加惠到不只是企業創投，或是甚至新創，我們也可以加惠包括我們政府等等，大家應該是一起，然後在現在這個 AI 蓬勃發展的世代跟年代，然後一起往前進。哇，謝謝 Edgar， 太感謝 Edgar。我想大家聽完，應該很多人會想要邀請 Edgar 加入他們的人生董事會，但那個 Edgar 不知道你有沒有董事會形式限制。這個我覺得我幫忙工商一下，就是我覺得大家如果想要多跟 Edgar 互動，我想申請 Spark Lab 應該是一個蠻好的路徑。對啊，那我自己看一下 Spark Lab 的整個 mission 啊，包括這次跟 Edgar 聊到，我覺得這真的是，如果是台灣創業圈的話，記得就是可以去跟他們互動一下，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不知道最近有沒有什麼招募計劃？太好了，哇！感謝給我這個機會。就我們持續在招募，就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創業家。那尤其是在 AI 領域，或者是你有一个專業的背景，那你不知道說 AI 如何在幫助你，我覺得我們都很歡迎來跟我們聊一聊。那我們也是1年2屆的 Demo Day， 那也過去都是破千人，我們現在改成1年1屆，因為我們發現要去養 AI 的新創團隊需要更長的時間，我們也願意給他更長的時間去真的去找到一些新的 traction， 所以我們現在是 open-end 的 application， 只要你想要創業，你有想法就reach out 給我們，包括 Facebook 啊，或是 Instagram 啊，或是直接跟我們聯繫，我想就是最快你可以得到一些feedback， 那以及可能更多新的資源，或甚至有機會獲得我們的投資，那我們希望可以幫助更多早期的創業家一起攜手前進國際市場。好，我們也會把那個Edgar剛剛分享的資訊放在我們的資訊欄裡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歡迎點擊資訊欄裡面點擊。其實聽完之後，就都有一個突然有被點火的感覺，就是突然想跟 Harvey 再創一家公司，然後求 Edgar 跟我們陪跑，去找 Edgar 投資。我們不久之後再打給你。沒問題。OK。好啊，今天很感謝 Edgar 的時間哦。那我想大家應該跟我一樣，我自己很享受，學到好多東西。對啊，那希望之後還有機會再找 Edgar 回來分享。Edgar 也可以就是如果看到什麼有趣的，就是跟我們講，這樣我想我們可以保持密切聯絡。沒問題。對啊。非常感謝，非常感謝，謝謝 Edgar 今天的時間，謝謝大家，謝謝觀眾， OK， 大家拜拜，拜拜。